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我们都说一个男人的欲望是和他的权力还有金钱相挂钩的。有些权力通天的男人，他总喜欢睡在被金钱铺满的房间里；而有一些腰缠万贯的人，他总喜欢搂着妩媚诱人的美娇娘。而本期这位主人公却非常特别，作为一个管理9000万人口大省的副省长，虽然他既有钱又有权，但是他却要求自己的妻子必须文凭低而且长得丑。正是这个奇葩的要求引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罪案。从一个万众瞩目的副省长到一个被判死刑的阶下囚，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。案件的主人公名为吕德斌，1953年出生于中国的河南省。因为一系列的原因，当时河南省的发展非常落后，甚至根本就没有经济的发展，大部分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十分艰苦，其中就包括吕德斌一家。由于父亲患有残疾，母亲有病缠身，他面临的苦难就更多了。绝望的他只能把未来寄托于学校。由于表现优秀，政治觉悟高，18岁时他就成为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。1975年，恰逢河南农学院开始招生，因为吕德斌根红苗正，拥有初中文凭的他便被组织推荐去河南农学院上大学。可以说，吕德斌是不幸的，但也是幸运的，因为当时的情况和如今的情况完全不同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学，即使你成绩非常优秀。面对这个改变命运的稻草，吕德斌牢牢地抓住了它。进入河南农学院后，他在学习上非常努力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考取了文革后的河南农学院的第一批研究生，研究方向为遗传育种，导师就是后来成为河南省人大副主任的范连教授。1982年，吕德斌完成了研究生学业，不过他放弃了到农业部工作的机会，改为留校任教。这时他的导师为河南农学院，也就是后来的河南农业大学，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留学的名额。原本第一个人选并不是吕德斌，但是因为这个学生身体上的原因，所以排在第二的吕德斌就顺利上位，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留美的学生。此前他刚刚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大学的同学郭丽娟完成了婚礼。同年5月，吕德斌成功申请到了美国的助学金。半年之后，他的妻子就带着还没1岁的女儿也来到了美国，负责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。而在美国留学期间，吕德斌学习是十分的刻苦，他用大量的时间学习了英语。那当时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国留学生的硕士文凭，所以吕德斌只能重新从硕士读起。而根据妻子的说法，由于丈夫是自费生，所以必须给导师打工做研究，导师才会给他生活费，而导师也成为了我们所说的老板。到了1988年，在经过6年的寒窗苦读后，吕德斌终于获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。但是他拒绝了多个著名跨国公司还有院校的邀请，毅然决然回到了中国老家。他说自己始终没有忘记在红旗下的宣誓，若能学成归来，定将报效国家。在母校工作期间，吕德斌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，其中他在小麦转基因方面的研究更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，还因此成为了河南省小麦育种方面的首席专家，享受着国家的特殊津贴。他还兼任农业部专家组顾问，是国家863计划中唯一一个河南省的评委。凭借这些成绩，他被当作领导干部培养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虽然科研和仕途一路畅通，但是吕德斌的个人感情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，因为两个人在赡养公婆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。作为一个孝子，吕德斌认为自己的日子好过了，父母也应该同样过上好日子，他就把身体不便的老父亲也接到了郑州和他自己同住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妹妹也来到了郑州，吃住都在哥哥家。不仅如此，吕德斌还要求妻子要像自己一样，在公婆面前尽孝，吃喝拉撒一样都不能落下。但妻子郭丽娟作为一位知识女性，
回国之后，他一直在河南农业大学培训中心工作，他也有自己的事业，而且素爱干净，一点都不喜欢端屎倒尿这种粗活。养育孩子的辛苦，科研任务的繁重，这两样东西已经让郭丽娟压力山大。而丈夫、父母和妹妹的频繁光顾，更是完全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。刚开始她还不会抗拒，但是日子一长，郭丽娟就难免会发牢骚。因为这些事情，她和丈夫的分歧和矛盾是越发的严重。那实际上，对于公公，郭丽娟也确实很孝顺，但是她的这种孝顺呢，远远没有达到她丈夫所说的极致要求。而另外一边，由于丈夫口无遮拦，经常在周围人面前吐槽对妻子的不满，所以就闹得人尽皆知。没过几天，事情就在郭丽娟的单位里传了开来，而最终在1997年11月，两个人就达成了离婚协议，而女儿由妻子抚养。经过这段失败的婚姻后，吕德斌身心俱疲，但是因为放不下面子，所以每次和同事谈起这件事情时，他都说自己绝不后悔。我宁可不要自己的老婆，也不能不要自己的老父亲。在总结自己婚姻失败的原因时，吕德斌就认为，前妻之所以不能很好的对待自己家人，主要是因为她是城里的知识女性，人长得漂亮，又有自己的事业，愿意做贤妻良母，但是不愿意做孝顺媳妇。如果是换一位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农村妇女，那肯定就会不一样。所以在离婚之后的第2年，在和父亲商议后，吕德斌就决定在农村老家找对象。他要求这位妻子必须具备以下3个条件：文化程度低，外貌长得丑，愿意照顾长辈，小到嘘寒问暖，大到吃喝拉撒各方面。而在这3条择偶标准的要求下，1998年下半年，一个叫做陈俊红的女人就出现了。她就是吕德斌的第2任妻子。陈俊红比吕德斌小14岁，也是河南人。初中还没读完就开始在家务农。刚开始听到媒人的介绍时，陈俊红怎么也不敢相信，他一直怀疑自己还没睡醒。起初他只是以保姆的身份到吕德斌家里照顾他行动不便的父亲。一段时间后，吕德斌的父亲对陈俊红可以说是赞不绝口，说陈俊红就像自己的亲闺女那样细心体贴。1999年年底，在照顾吕德斌父亲1年后，他和吕德斌就正式结为了夫妻。以前那个土得不能再土的大龄农村未婚女，如今却摇身一变，成为了有头有脸的校长夫人。结婚1年后的2000年年底，陈俊红就生下了一个儿子。作为一个封建意识浓厚的高级知识分子，因为那一年刚好是龙年，所以可以说是喜得龙子。吕德斌非常的高兴，心里对陈俊红也是格外的感激，对他很是宠爱。而第2年，吕德斌就成为了河南省的副省长，一家3口就搬到了郑州的省级干部住房，地方不大，也就200多个平方。生活上有保姆照顾，出入有专车接送。2003年年初，在丈夫的介绍下，陈俊红就进入了河南农业大学工作。从农村妹到城里妞，从无业游民到公职人员，从卑躬屈膝到趾高气扬，陈俊红的脾气也不断发生变化，谁也不敢惹他，谁也不敢动他。他对家里人也开始指指点点，对吕德斌的秘书更是像奴才一样指挥，只要有一点不符合心意，那就会遭到他的一顿怒骂。对于妻子的这些变化，吕德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他还是感觉到很不自在。我以后可是要去北京的男人，你就不能收敛一点吗？他苦口婆心地给妻子讲了很多道理，但是妻子根本就听不进去。陈俊红很清楚丈夫拿他没有办法，所以就变得更加的骄横。从以前的唯命是从到恃宠而骄，再到嚣张跋扈，吕德斌是越来越无奈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像以前那么爱妻子了。而这时，在一位前同事的介绍下，吕德斌就认识了当地林业部的张梅。年过40的张梅最初只是来办理公务，没想到几次交往下来，充满韵味还有善解人意的张梅就让吕德斌春心荡漾。在情感和权力的引诱下，有夫之妇的张梅还是被推倒在床上。尽管吕德斌一直都很低调，但是在2003年2月，妻子陈俊红还是发现了他偷情的事情。一天晚上，吕德斌在外面应酬到很晚才回到家，
一回来后，她就直接到浴室洗澡，闻着丈夫身上残存的香水味，妻子就下意识偷偷翻看了丈夫的手机。不出意外，她直接就看到了一条让人炸裂的消息，署名上还写着永远爱你的梅。陈俊宏怒不可遏，没有等丈夫洗完澡后，就直接踢开浴室门。被吓了一跳的吕德斌最后直接跪地求饶，说这是别人发错的。堂堂一个副省长，居然连家中的母老虎都管不住。在教训了丈夫一顿之后，陈俊宏的火气依然没有减少。这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由于丈夫无法割舍和情人张梅的来往，导致陈俊宏几乎每次见面都要和她吵架。有一次，陈俊宏还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，被告知要看好自己的男人，不要勾引别人的老婆。这让陈俊宏更加坚信丈夫在外面偷偷包养小三。随着情势的败露，还有矛盾的升级，陈俊宏对吕德斌及其家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她对丈夫是又爱又恨，丈夫给了自己一切，可又马上要夺走这一切。她无法放弃丈夫，更无法放弃副省长夫人这个身份。在这种矛盾的纠结中，她开始控制丈夫下班后的活动，还偷偷记录丈夫的各种黑白收入。陈俊宏要求丈夫不能再与情人来往，否则就将这些事情报告给上级。2004年8月中旬，吕德斌就到外地开会，妻子也偷偷地跟了出去，并且在丈夫对面的酒店开了房。而不出所料，当晚吕德斌和张梅两人就被陈俊宏捉奸在床。此后，陈俊宏就多次找到省里领导反映这些事情，两个人的感情也彻底破裂。一番考虑后，吕德斌就提出了离婚，并且同意支付妻子一笔巨额的分手费。陈俊宏起初也同意了，但是征求娘家人的意见后，他就改变了主意。有副省长夫人这个身份，你还怕自己弄不到钱吗？钱是会花完的，但是权却能带来源源不断的钱。而最后，陈俊宏就明确地表示自己是不会和你离婚的，再敢提离婚，我就举报你受贿。此后，吕德斌果然不敢提离婚二字。不但如此，吕德斌的亲友来找他帮忙处理问题时，全都被陈俊宏送了闭门羹。如果说前妻郭丽娟是文闹，那陈俊宏则是武闹。一吵起架来，她就会对丈夫又骂又打。堂堂一个副省长，居然是个如此可怜的妻管严，看起来很搞笑，但实际上小渊个人认为，吕德斌这是在以退为进，他想让妻子的家暴掩盖自己的出轨。有这样的妻子，是哪个男人都得出轨。而在后来一段时间，吕德斌就经常向周围人倾诉自己的家事，借以发泄自己的心中的不满。而一时之间，吕德斌的不幸在单位内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许多人都非常的同情他，天天要面对家里那个母老虎。2004年6月，正当吕德斌被家庭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时，一个救星出现了。他就是河南省新乡市的时任副市长尚玉和，此前两人是上下级关系。6月15号这天，尚玉和以汇报工作为由，请吕德斌吃饭。几杯酒下肚之后，吕德斌就将家事全吐了出来。见到副省长如此信任自己，尚玉和可以说是受宠若惊。他当即就建议吕德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离婚。吕德斌满脸忧愁地说道，自己是二婚，都是省政府领导，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看到领导对离婚顾虑重重，尚玉和马上就明白他肯定是另有苦衷，所以就不再谈离婚这件事。从这以后，尚玉和便经常与吕德斌通电话，有时候汇报工作，有时候关心家事，两个人的关系也迅速被拉近。在2004年下半年时，吕德斌还在仕途上拉了尚某一把。在后来一次吃饭时，他就告诉尚玉和，与其和这样的悍妇过一辈子，倒不如找几个人把他打残废算了，我情愿一辈子养着他。看到副省长如此气愤难平，尚玉和便投其所好，马上就献计说，如果吕省长真有这个意思，我倒是可以找人帮一下忙。一不做二不休，当晚两个人就商议找人把陈俊宏打发走，而且是直接上路那种。到了10月至11月间，两个人就多次密谋杀害陈俊宏。同年年底，尚玉和就找到了自己的同乡张松雪，并许以重金请他来处理此事。而作为交换条件，尚玉和先是安排张松雪管理自己的林场，然后还在农业公司安排他担任副经理，使他有名又有利。而为此，张松雪是感激涕零，对尚玉和也是言听计从。
为了摆脱嫌疑，3个人之间也从不交叉联系。2005年4月份，瑞老家的一个侄子结婚，吕德斌便送了2000块的贺礼。妻子陈俊宏知道后，为这件事情又和丈夫大吵了一架。期间，她还用水果刀猛刺丈夫的腰部还有下体，并且扬言不活了，要和吕德斌同归于尽。吕德斌当即被送到医院，还差点和所有女人说拜拜。而经过这次流血事件之后，吕德斌就更加坚定要除去妻子。他多次致电尚玉和，要求他赶快找人动手。2005年年初，陈俊宏就考取了驾照，她就向丈夫提出让买车的要求，不料被丈夫直接拒绝。陈俊宏骂丈夫无情无义，贪了那么多的钱，给老婆买一辆车都不肯。后来她愈发无法忍受丈夫的冷暴力，就威胁说自己已经把你的受贿账目列成了清单，纸钞往外送了。而气急败坏的吕德斌就惊慌失措，因为妻子这份名单随时都会要了他的命。于是他就给尚玉和打电话，让他马上除掉妻子。很快吕德斌就收到了2套杀人方案，其一，冒充劫匪杀死陈俊宏；其二，利用陈俊宏近期想买车的机会，以买车的名义将他诱骗出来，然后再杀害。吕德斌就同意了第一种方案。而6月上旬，拿着吕德斌住所钥匙的张松雪就带着1名同伙开始了行动，但是由于当天保姆一直跟在陈俊宏身边，所以只能取消行动。因为吕德斌要求过，除了妻子陈俊宏以外，不能伤及第3人。为此，张松雪就只能采取第2套方案。然而，就在尚玉和一切准备就绪时，吕德斌反而有一些犹豫了。他不忍心看到儿子没有了妈妈，他决定再试探一次。那一天，他就低声下气要求妻子，希望他交出那张所谓的受贿清单。可是妻子却表示，自己就是死了也要拉你下马。听到这些大义灭亲的话，吕德斌心里的最后一丝犹豫还有不舍被彻底的抹去。2005年6月7号，尚玉和给陈俊宏打电话说，人愿意出资15万元为你买车，而且这个事情已经给吕副省长说了，吕副省长也同意了。他说第2天就可以带你去看车，看好我们就买。陈俊宏一听这话，心里十分的高兴，还好没跟那个老头子离婚。有这副省长夫人的身份，买什么都不用自己出钱。他直接就在电话里和尚玉和约好了见面时间。因为当天工作繁忙，尚玉和竟然用他日常工作所用的手机卡打电话给陈俊宏，没有使用张松雪专门准备的那张手机卡。尚玉和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个电话帮警方给自己预定了一个牢饭。第2天一大早，尚玉和就取出了15万元现金交给了张松雪。这些钱其一是为了骗取陈俊宏的信任，消除其戒心，其二是作为张徐2个人作案的酬金。上午10点左右，张松雪就和陈俊宏联系，将他顺利骗了出来。3人上了尚玉和事先准备好的帕萨特轿车，而且装有15万元现金的提包就放在车里，还故意敞开提包的开口让陈俊宏看见，让他以为真的是要去买车。不过细心的陈俊宏还是发现了轿车行驶方向的不对，所以他就提出了质疑。而坐在后排的徐某看着事情快要暴露，就马上掐住了陈俊宏的脖子，直到他放弃了抵抗，然后还用手枪击打他的头部，导致他当场死亡。在开到一个废弃的停车场后，2个人就把陈俊宏的尸体从汽车后座拉出，塞到了汽车后备箱中。而当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就将陈俊宏的尸体肢解，然后装用编织袋，还绑上了石块，全部都沉在了南阳县的虎山水库。而到了这里，这场价值15万元的杀人行动正式结束。陈俊宏死后，为了给吕德斌向警方报案的借口，隔天下午2点时，按照尚玉和的授意，凶手张松雪在新乡市就利用专门作案用的手机卡，向吕德斌平时所用的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：你夫人在我这里，要想活命就得准备50万元人民币。吕德斌接到短信后，知道妻子已经被解决，他就让手下以妻子被绑架为由，马上向警方报案。副省长的妻子遭遇绑架，这可非同小可，警方是1秒都不敢怠慢。你们这帮劫匪，连堂堂副省长的夫人也敢动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警方调查后就发现，
案发当天，除了一些未知姓名的电话外，新乡市的副市长尚玉和在案发前1天内曾和死者陈俊宏通过电话。很快他就被警方请去喝茶，和一番审讯下来之后，尚玉和就公认了自己伙同张松雪还有徐晓彤杀死副省长夫人的事实。他还交代出幕后主谋，也就是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吕德斌。听到这番话，负责审讯的警员是大吃一惊。在案发仅仅1个星期后的6月15号，吕德斌就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。副省长受意杀妻，这个大新闻直接就震惊了国内外，而且还创造了当时全国之最。在所有公开的案件中，吕德斌是当时犯下故意杀人罪的最高级别官员。吕德斌怎么也没想到，仅仅1个星期的时间，自己就从副省长变成了阶下囚。他的手下尚玉和这位副市长原以为只要搭上吕德斌这艘大船，自己的仕途就能更上一层楼，可不料等到他的却是断崖。根据张松雪和徐晓彤的口供，警方就在虎山水库的湖底找到了陈俊宏的尸骨，而在铁的事实证据面前，吕德斌就承认了自己买凶杀妻的犯罪事实，他的所有职务也先后被一一撤免。7月22号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召开了庭审，而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，吕德斌、尚玉和等人完全没有了以前身居高位时的威风派头，特别是吕德斌，他讲话时非常激动，经常是语无伦次。他当被问及杀人问题时，这几个人一直在百般狡辩，一直都想逃脱责任。吕德斌虽然承认犯罪，但是他辩称自己只是想找人打残妻子，从来就没想过要杀害妻子，是尚玉和这些人误会了他的意思。而另外，吕德斌还打出了背心牌，他说平时妻子经常打骂自己，让自己下跪，如果法庭允许的话，他还可以当庭脱下自己裤子，以查验自己的伤疤。而另外一边的尚玉和看到吕德斌这番模样，他就表示，副省长交代的事情，那我作为下属，我只好努力去完成，但是自己一直都不是主谋，也没有直接杀人，所以就请求法院从轻处罚。杀手张松雪则说，从小到大自己都是最怕当官的，既然副市长让自己去杀人，那自己只能照办。而徐晓彤则说，来郑州杀人前，他连杀谁都不知道，只因为平时张松雪对自己够意思、够哥们、够情义，张松雪让自己杀谁，自己就杀谁。大难临头各自飞，4个人在法庭上可以说是一直都在互相甩锅，完全就没有案发前称兄道弟的影子。而吕德斌在最后的陈述中就说到，自己读了20多年书，为国家呢也是做了一定的贡献。现在他牵头培养出的几种小麦新品种，也已经通过了国家有关机构的评定，所以就希望法庭能够给自己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让自己在有生之年再为社会做一点贡献，以戴罪立功。而最终经过10多个小时的审理后，法官就认为吕德斌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。而当吕德斌在庭上听到死刑这2个字时，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，他当即就表示要上诉，可仅仅18天之后，他的上诉就被法院驳回。而在等待被执行死刑的129天时间里，也许是他人生中最痛苦、最煎熬、最后悔的时光。从极度贫穷的农村家庭，到远渡重洋的留学博士，再到9000万人口大省的副省长，到最后被判死刑的杀人犯。与其说是女人毁了吕德斌，倒不如说是吕德斌自己毁了自己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